你见过活人被挖去双眼，现场却找不到半点凶器痕迹吗？上期说到749局转正首日，我和三胖就被卷进川西连环离奇命案，2名资深调查员诡异暴毙，死状竟和当地混混反扒队长如出一辙，眼球凭空消失，只留下血淋淋的空洞。更蹊跷的是，大学宿舍顶楼的自杀案竟暗藏玄机，死者临死前疯狂嘶吼有鬼，所有线索指向一栋深夜亮灯的招待所，可监控拍下的画面却让所有人脊背发凉。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就在大家怀疑是有外面的小偷溜进了宿舍的时候，谢天豪却不知为什么一口咬定偷东西的就是张安。虽然事后没有发现半点证据，但他还是叫人把张安狠狠打了一顿。不但如此，谢天豪还乘势强逼着张安签了一份所谓的奴隶契约，要张安在以后的3年无条件的服从。这个眼镜学生最后说道，这也多亏了张安为人善良，脾气好，都这样了竟然还能忍。换了其他人呢，说不定连杀了谢天豪的心都有了。听完了眼镜学生的说明，我非常震惊，居然有这种事情。那眼镜学生叹气道，是啊，你说他谢天豪也算是个富二代了，整天欺负一个穷学生有什么意思？他还一直乐此不疲。因此啊，除了他寝室里那3个经常一起欺负张安的家伙外，我们班其他人基本上都看他不顺眼呢。眼镜学生走到阳台，指着下面的花坛说，后来谢天豪从楼上掉到那里，大家都说这是报应，不过谢天豪也真是死了还要坑张安一把。听说张安这几天经常做噩梦，也不知是不是谢天豪做了鬼也要欺负他的缘故啊。听完了这些，我心情疑惑地从阳台往地面望去，看着草地上那若隐若现的红色，我心想，这谢天豪的死会不会与张安有关呢？像谢天豪这种在学校里欺凌同学的事情，不说全中国，就算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也曾亲身遇到过。记得那时候我还是高1，因为养父的失踪，家里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的开支，所以我每天穿的衣服都很破，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班上的男生就喜欢欺负我，没别的理由，见到我就喜欢踢我一脚，或是在我的座位上放钉子。起初我还因为养父曾经的教诲选择了隐忍，可后来我就明白了，有些人你越是忍，他就越是喜欢招惹你。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愤怒，在课堂上直接抄起了自己的凳子，把正在我背后踢我后背的一个小子砸破了脑袋，才让这些人意识到了我不好惹，就此放过了我。不过呢，我也因此赔了一大笔钱，花光了大半养父留下的积蓄，还背上了一个处分，就此绝了继续读大学的念头。那时候的我都会如此冲动地对欺负我的人报复，那么张安心中是不是也存了报复谢天豪的念头？只是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根据眼镜学生的描述，谢天豪出事的时候，张安正在寝室里替人洗衣服，他的舍友都可以替他作证，因此他根本就不可能对谢天豪做些什么。警方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才没有怀疑过他。而且就算谢天豪的死真的是张安所为，那么蒲队长和2名2科的调查员，他们又是怎么死的呢？一个是警局里的警察，另外2个是749局的调查员。无论怎么看，他们都和张安扯不上半点关系啊！我苦思了半天也没有头绪，只能摇了摇头，决定将这个情报告诉高亮，让他们来分析一下。和眼镜学生告别后，我便下了楼。经过5楼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张安所在的宿舍门大开着。出于好奇，我很想先和那个张安聊一次。宿舍里只有张安一个人，而他此刻正在阳台洗着衣服。看得出来，这个张安为了赚钱很是辛苦，因为此刻在阳台上大包小包的脏衣服
堆满了整个阳台。我敲了敲门，道明了自己的来意。当张安听到我想问的是谢天豪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明显出现了可疑的慌乱。谢天豪，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确定吗？我听说你和他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张安把眼睛一瞪，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谢天豪已经死了，我也不想说他的坏话。这位同学，我还很忙呢，请你不要打扰我。我追问道。既然这样，那你能不能说说谢天豪死之前的情况？我听说他在跳楼前有点奇怪，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张安拼命摇着头，脸上的慌乱却更明显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洗衣服，什么都没听到，也没有见过什么女鬼，你还是去问别人吧。一边说着，张安还一边把我从寝室里推了出去。下楼的时候，我心想张安说的明显是假话，因为既然张安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那他又是怎么知道谢天豪在死之前喊的东西与鬼有关呢？还有那一句女鬼，眼镜学生说谢天豪死之前喊的只是有鬼。如果张安只是从同学那里听说的这个情况，那他为什么又会在鬼字前加上了一个女字？走出宿舍楼，我越想越觉得张安有问题，正准备拨打电话，耳边忽然听到从另一栋宿舍楼里有人大喊大叫的声音。小偷，抓小偷，你他妈的给我把东西还回来！顺着声音扭头一看，一个20几岁瘦瘦小小的男人背着一个挎包，正好从对面的寝室楼里逃了出来。在那男人背后，4、5个男学生或是拿着扫帚，或是拎着拖把在后面紧追不舍。见到那男人往我这边跑过来，我几乎是发自本能的也冲了上去，想把男人拦住。我这辈子和小偷也算是有缘，想当初我刚到东海就替雷经理抓了一次小偷，想不到现在成了749局调查员，在第一个案子里竟然又遇到了小偷。那男人看见目光紧盯着他，迈步冲过来的我立刻刹住了脚，回头一看身后的那些学生，一咬牙把挎包里的东西全摔在远处的草地里，自己则从宿舍楼间的坡道中穿了过去。那些学生见到有东西被扔了出来，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人忽然叫道：看，是我的手机啊！听到那学生的叫喊，其他人也停了下来，他们放弃了继续追小偷，转而去草地上清点起自己的物品。这下子原本追小偷的大部队一下子只剩下了我一个。那小偷明显比我更熟悉学校的地形，带着我横穿过整个宿舍区，眨眼间已经快要来到学校的后门了。在后门外便是一条小吃街，我一想到如果让小偷逃到那里，多半就会抓不住他了，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这时候我当初在局里连续好几个月绕着大楼负重跑锻炼的成果发挥了作用。从宿舍楼到学校后面差不多2、3千米的距离，那小偷已经是越跑越慢，可我却还没怎么喘气。眼看那小偷已经快要冲出了学校的时候，就被我一把扑倒在地上。扑倒小偷之后，我并没有就此松了口气，因为在我上次抓小偷的经历中，那小偷在被我抓住之后还想负隅顽抗，所以我这一次特意留了个心眼儿。果然那小偷倒在地上之后，右手从裤子里一掏，便拿出了一把匕首。那小偷一边嘴里叫道：臭小子，不要多管闲事，赶快把我放了，不然老子一定要做了你！一边就把匕首向我捅了过来。我心想，现在的小偷真是缺德呀，偷东西也就算了，动不动还喜欢伤人。心里一火，便把林千怡教我的那些擒拿技巧用在了小偷身上，反手抓住小偷的右手，将他手里的匕首打落后，我便用膝盖对着他的小臂一顶，紧接着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骨折声，那小偷惨叫了起来。这时候我俩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学生，不过他们都离着我们3、4米远，不敢靠近。
我又把小偷双手反剪在背后，才对他们说明刚才发生的事情。听到被抓的人原来是小偷，那些学生们也立刻群情激愤地靠了过来，一些人叫骂着便想动手。虽然小偷是我抓住的，但我也知道这时候让这些学生们殴打小偷是不对的。正想阻止他们，一个大人忽然挤入了人群，对学生们大喊道：“都住手！”说来也巧，这个人竟然正好就是警察。警察来了，刚才还群情激愤的学生们也立刻安静了下来。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儿，赶忙对那名警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听完了真相之后，这名警察便建议我将小偷交给他，他是学校附近派出所的，正好可以把小偷带回所里面审问。我追问要不要自己也过去，毕竟刚才这小偷已经把赃物全扔了，如果没有人证的话，恐怕到了所里，警察还是要把他给放出来。那警察不知为什么立刻表示不需要麻烦我，他告诉我说这小偷原来是个惯犯，在他们所里面已经挂了名字，只要带回去审讯一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情便不劳烦我这个好市民操心了。我有点不放心，便给警察留下了一张这次我们来八城时带上的名片，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和电话，还有局里替我伪造的公安局刑侦局的身份。我告诉这名警察，如果需要人证可以立刻打电话给我。奇怪的是，这名警察在看到我的名片之后，脸色却有些不太正常，看起来有些吃惊的模样。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有什么情况会立刻给我打电话，便匆匆带着小偷走了。不过在临走之前，那小偷却用怨毒的眼神看着我，嘴里对我低声说：“臭小子，你给我等着瞧！”一个小偷的威胁，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可看着警察和小偷逐渐走远，我心里却没来由的升起了疑惑，总觉得那警察刚才的言谈举止有些不正常。正想要再追上去问个清楚，口袋里的手机却响了。我拿出来一看，找我的人原来是高亮。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老师这儿的调查并不顺利，无论是从校长还是谢天豪的辅导员所知道的内容，都和我们之前从小警察那儿打听到的差不多。他问我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想了想，便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高亮。你说谢天豪死之前提到了鬼？电话里高亮的声音顿时高了几度。我说没错，随后便告诉他那个名叫张安的学生的可疑之处。电话里高亮沉吟了半晌，便叫我在谢天豪的宿舍楼那儿等着，他们立刻会赶过来。挂断了电话，我回头再看向那名警察，发现他已经和那个小偷消失在了后门外。等到10几分钟之后，当我和高亮他们在宿舍楼碰面之时，高亮问我，不是应该在宿舍楼附近吗？怎么反而是他们先到了？我便将刚才追小偷的事情说了出来。高亮听了立刻冷笑一声，看来你是被人骗了。被骗了？我有些不明白高亮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现在社会上的小偷经常是组队出行，一个人负责偷东西，另一个人则打掩护。而我刚才遇到的那个警察很可能就是那小偷的同伙。高亮说，真的警察在抓到小偷之后，一定会把受害者也带去做笔录，否则就无法对小偷定罪。现在社会上小偷那么多，就是因为很多人怕麻烦，抓到了小偷也不愿和警察去警局。刚才的警察这么容易就放过了你，多半根本就是伪装的。我张大了嘴，心想不会吧，这个社会竟然连警察都有人敢假装。三胖却在一旁说道，假装警察又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几百块钱买个假警服，弄个假证件就行了。我撇了撇嘴，还是不太相信，正准备打电话给警局的那个小警察，让他替我打探一下，高亮却按住了我的手。一个小偷而已啊，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49，你张安在哪间寝室？我报出了寝室号，
随后又问高科长他打算怎么做。那个张安，我之前试探的时候似乎并不怎么愿意开口的样子。三胖说，要不要我们把他带回警局啊？一个学生而已啊，只要我们把他抓起来审问一下，就不相信他不会说实话。我立刻表示反对，不管怎么说，张安也不过是个学生而已。如果我们真的毫无缘由就把他带回警局，难保他的同学之间不会生出一些流言蜚语。但高亮却哼了声，不用这么麻烦，一会儿你们什么都不要说，让我来。要是他真知道些什么，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说出实话。当我们来到5楼的时候，张安还在那儿洗着衣服，看到我又回来了，还带着3个陌生人。张安一下子停止了手边的事情，就想把我们赶走。我都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对不起。高亮推开了张安，从口袋里抽出一本证件，对他说，我们是警察，你没有拒绝我们询问的权利。见到高亮手上的警察证件，张安顿时傻了眼，他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警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谢天豪是自杀，这不是你们警察自己说的吗？高亮笑道，哼，这位同学，我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是因为谢天豪来找你的？张安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低下头不再言语。他用一双大手抓住了张安的脑袋，和他对视道，张安，谢天豪的死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便在林千怡耳边问道，高科长这样子询问合适吗？林千怡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出声。在高亮的瞪视下，张安的脸色越来越不对劲，支支吾吾地说不知道，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在告诉我们所有人他在说谎。不用我提醒，高亮已经把张安之前和我谈话时露出的破绽全部都说了出来。随后又追问道，张安，是不是你招来了鬼怪，把谢天豪杀了？如果你继续隐瞒下去的话，我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把你关起来。你什么时候说真话，我什么时候把你放出去。稍微冷静点的人一定不会理睬高亮的听起来有些可笑的威胁。可是张安因为此刻已经完全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于是在高亮的不断追问轰炸下，他终于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都招供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还以为那只是我的幻觉。以此句为开端，张安流下了恐惧的泪水，开始艰难地组织着语言，而把他的混乱的话语整理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就如我之前从眼镜学生那儿打听到的，张安的确长期以来一直遭到了谢天豪的欺凌，但因为性格上的懦弱，张安对谢天豪的欺凌一直都是敢怒不敢言。只是他的懦弱并没有赢得谢天豪的同情，反而是让他变本加厉。这种欺凌在谢天豪死之前的某一天终于达到了顶点。因为宿舍遇到了小偷，谢天豪将所有责任全都归到了张安头上，并且借此机会和他签订了奴隶契约。谢天豪借着契约的名义，经常会让张安免费替他做一些跑腿的事情。这些事情既不能获得报酬，又要占用张安打工的时间，结果才几天功夫，便让张安的每天的收入下降了大半。张安可以忍耐别人的无理取闹，忍耐别人对他的殴打咒骂，但谢天豪这次的所作所为却让他终于忍无可忍。为什么我要遭到这种待遇？突然的怒吼让我们几个愣住了。张安满脸通红地说，我老老实实替人打工，不管春夏秋冬，每天替同学们洗衣服，洗到夜里2点。为什么谢天豪还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呢？因激动而怒吼之后，张安垂下肩膀，就此陷入了沉默。高亮抬起头，稍等了片刻后才说道，所以你就对他起了杀意？没错。张安低着头承认道，不过光有杀意也没有用，因为张安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真的把谢天豪杀了，不只是因为这是犯法的事情，
更是为了不让家里含辛茹苦供他上大学的双亲们失望。原本他以为自己只能一直这样忍耐下去，一直到哪一天自己再也无法忍耐而爆发的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可是没有想到，老天爷却和张安开了个玩笑，让他得到了一样可以杀死谢天豪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东西。那是谢天豪死前的一个晚上，那一天谢天豪突然在夜里10点多的时候找到了我，说是要带我去参加一个试胆大会。我原本想在宿舍里洗衣服，他却拿出了那份奴隶契约，逼着我一定要去。等到张安离开了宿舍之后，才发现原来所谓的试胆大会不过是谢天豪和他的舍友之间的一个游戏，而他们游戏的对象自然就是经常被捉弄的张安了。他们带着张安去了学校附近正在开工的新宿舍楼的工地，随后便要求张安进入工地内，在里面待上1个小时才能回来。半夜里让你去工地儿，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高亮皱眉道。张安摇摇头，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宿舍楼，传闻中原本是附近农民的坟地，8成是一个山城，因此在过去呢，许多本地农民都把他们的坟墓安在了山上，而这片宿舍区就是建在了这样的坟墓上。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传闻，可是谢天豪那天却对我说，在新开工的工地里发现了以前农民的坟墓。高亮说，坟墓啊？张安继续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谢天豪他们那天确实这么对我说的。他们说曾经在半夜路过那个工地，发现里面有女人的声音，可是走过去一看，工地里却根本见不到人影，里面的工人早就在吃过晚饭之后都回山下的工地宿舍了，因此他们怀疑工地里可能挖到了一个女人的坟墓，把那个女人的幽灵引了出来。听到这儿，我并没有什么反应，倒是一旁的三胖忽然挺直了腰，张大着嘴说，幽灵什么的呀，都是假的了啊！他们一定是想要吓吓你的。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可他的反应却明显是在害怕。我顿时感到有些好笑，心想三胖这家伙莫非会怕鬼？张安看了三胖一眼，说道，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谢天豪他们的谎话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不过是和以前一样想要捉弄我罢了。虽然如此，但是我却不能不听谢天豪的话，于是便进入了宫殿。即使明知幽灵什么的都不过是谢天豪他们的谎言，但是临近半夜有空无一人的宫殿仍然让张安有些胆战心惊。因为害怕宫殿不安全，他并没有进入那3栋正在建造中的宿舍楼，只是在宿舍楼旁边的宫殿里转悠了几圈。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夏天，山上蚊子多，谢天豪他们几个一定不会就这么眼巴巴地守在宫殿外面。抱着这个念头，张安在宫殿里找了个能落脚的地方，准备休息一会儿，等他们走了就离开这里。可这一休息，张安竟然因为白天太过劳累，一下子昏睡了过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忽然听到有个阴森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张安，张安。半夜里在空无一人的宫殿里竟然会有人叫他的名字，又是这样阴森恐怖不男不女的声音。张安顿时被吓了一跳，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竟然有一个浑身白衣的人影就在他身后不远处。刚刚还一直困扰自己的倦意，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想到谢天豪之前对张安所说的幽灵的传闻，张安的恐惧感瞬间膨胀了起来。他慌不择路地跑了起来，结果在一滩泥地里被不知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摔倒在了地上。但就在这时候，那身后的幽灵却忽然笑了起来。张安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被耍了。原来那个幽灵不过是谢天豪
拿着一张白色床单装扮的。在笑声响起的同时，谢天豪的几位舍友也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见到张安那如同惊弓之鸟的表情，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儿。哈哈哈，你们看呐，我就说这小子一定会下个半死啊！哈哈，你们看到他刚才的样子了吗？张安直到此刻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谢天豪给耍了。他虽然气愤，但此刻身体仍然抖个不停，爬不起来。谢天豪他们笑了一阵便回去了，也没有人理睬倒在泥地里满身泥泞的张安。一直到他们都离开后，张安才缓过神来，委屈和愤怒的心绪涌上了心头，让张安忍不住偷偷的滴下了几滴眼泪。不过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忽然在地上看到了某样东西的反光。看到那东西的位置，张安意识到刚才在奔跑的时候，他就是被这东西给绊倒的，没有办法对谢天豪他们发脾气。张安只能把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发泄在了那个东西身上。他一脚踢了过去，把那东西从泥地里踢了出来。但就在这时候，他却从月光下看清了那东西的模样。那是一面镜子，一面圆形的，浑身被金属外框包起来的一面镜子。在镜子的金属外框上还雕刻着许多人形的花纹。张安起初以为这或许是某个工人落在工地里的东西，但当他仔细看了看之后，却发现这面镜子的模样有些特别。虽然落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可奇怪的是，镜子的表面却是一尘不染，看不到半点污渍，就好像是已经有人擦了一遍，把上面的脏东西都擦掉了似的。鬼使神差的，张安忽然将镜子捡了起来，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安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感到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声音。那个声音清楚地告诉他，只要在午夜0点的时候把一个人的名字用液体写在镜面上，那个人就会死去。什么？在镜子上写上谁的名字，谁就会死？听到这儿，高亮忽然叫了出来，一脸的疑惑。张安，你要是不对我们讲实话，那我们只能换个地方再谈一谈了。不知你对警局的审问室有没有兴趣呢？真的是实话呀！张安急道，我当时的确听到的，而且这种听还不是耳朵里听到的，好像是有人在我脑袋里对我说的一样。见到我们几个好像不相信他的样子，张安几欲哭了出来，发誓道，我发誓，要是骗了你们的话，我不得好死。我听到的都是真的，绝对不骗你们。高亮看出来张安不是在开玩笑，忙安抚道，你先别着急，说一下后来又怎么样了。张安继续解释道，在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是左右看了看，四周却根本没有人。谢天豪他们也早就走了，可那个声音却依旧不断在自己的脑子里响起，一直到张安害怕的把镜子扔在地上，声音才从脑海中消失。如果那时候他就这样跑了，或许也没有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安心里却对这个声音的真实性抱上了一丝幻想。后来他见四下无人，便把上衣脱了下来，用衣服把镜子包住，回了宿舍。那时候我虽然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但是一想到谢天豪这几天对我做的事情，我心里就越想越来气，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第二天晚上0点的时候，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就偷偷拿出了那面镜子，随后用肥皂水在上面写了谢天豪的名字。之后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张安在镜子上写上名字之后不久，谢天豪便出了事情。直到这时候，张安才对镜子的存在感到了恐惧，生怕别人发现谢天豪的死与他有关，便把镜子藏了起来。待张安惊恐地将镜子的事情对我们叙述了一番后，我们几个顿时陷入了沉默，只有三胖在一边擦着冷汗，一个劲儿的在说，
不能吧？真的假的呀？那镜子到底是怎么杀的人呢？老实说，如果我们的身份真的是警察的话，恐怕绝对不会相信这一套迷信的说辞的。在一面镜子上写上名字就能把人杀死吗？这种事情现实中怎么可能发生呢？可是身为749局的探员，我们却无法对张安的话一笑了之，还是选择相信这一切。我自己更是猜测，那面镜子很有可能就是一件拥有特殊能力，能够引发超自然现象的物体之一。高亮在这时候也追问道：“那镜子呢？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听到高亮提起了镜子的下落，张安顿时苦着脸说：“被偷了，那面镜子被偷了。”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张安解释道：“原来就在谢天豪死后没几天，他们这栋宿舍楼又发生了一次偷窃案，许多人的寝室里都有东西被偷走，张安他的寝室也不例外。他的几个舍友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被偷走了，而他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存放镜子的衣柜却被人翻动过。那面塞在破衣服中的镜子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翼而飞了。确定再也问不出别的什么消息之后，我们从张安那儿离开了。不过临走之前，高亮却让三胖先留了下来，说是要他处理一下后事。我看高亮和三胖的眼色，在看到三胖从手提箱里拿出的东西之后，便明白了高亮的意思。他是要三胖对张安进行一次记忆消除，毕竟这件事情目前看来已经很明显牵扯到了超自然事件，而且恐怕还至少是乙级事件。三胖自己进了张安宿舍后，高亮便带着我们下了楼。走到出口的时候，正好有一名同学下课回来，我便找他验证了一下之前张安所说的话，确认了在谢天豪死后没几天，宿舍楼里果然又发生了一次盗窃事件。一旁的林千怡听了，顿时插嘴道：“宿舍楼被偷了那么多回，怎么这里还没见到你们的楼管呢？”比起对我的态度，那学生在见到林千怡时眼睛都直了，话也多了不少。他解释道：“这所学校里的楼管基本上都是校内职工的亲戚，白领薪水不干活，反正被偷的也不是他们的东西。真要吵起来，那些楼管反而会怪学生们自己不注意安全。”说着，那同学还给我们看了他自己的寝室门，外面挂了一把大铜锁，说是因为最近小偷太多了，他们宿舍才不得不自己买了一把铜锁来防盗。平白花钱不说，住的都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时候三胖也从5楼下来了，对高亮做了个搞定的手势。见到他办完了事儿，我们便和那同学道谢离去。走在校园的路上，高亮忽然问三胖张安怎么处理的。三胖说已经用了大量的记忆消除喷雾，几个小时的昏迷后，张安便会把从谢天豪跳楼之前的那一天起，一直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全部忘记。听到这儿，林千怡忽然问道：“高科长，我们就这么放过张安吗？不管怎么说，谢天豪也算是因为张安而死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张安交给警察，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吗？”高亮停住了脚步，一脸失望地看向了林千怡：“小林啊，你也是局里的老人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我们把张安交给警察的理由呢？难道要告诉他们张安用了一面镜子杀死了谢天豪吗？别说这违反了调查处的纪律，你觉得那些警察会相信吗？就算警察相信了，那法官呢？用诅咒杀人能用法律处罚吗？”可是林千怡仍然有些不甘心。这时候三胖也插嘴道：“林姐啊，你多半是小时候没有被人欺负过，现在的学校里素质教育一向缺失那些学生经常会没有理由的欺负一个人，而且所用的手段呢，就算是大人都很难接受。要我说呀，谢天豪那小子也是死有余辜嘛。”三胖说的时候一脸咬牙切齿，看起来他和我一样，或许在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两个都这么说了，但林千怡却仍然有些不甘心。虽然张安的所作所为
事出有因，但他因此对谢天豪产生了杀意，并且使用那面镜子杀了人也是事实。杀了人如果没有任何惩罚，那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那个时候我对林千怡的想法也有些赞同。不过在这次的事件结束之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致电给这所学校，想要打听下张安后来的情况时才知道，张安或许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却仍然遭受了精神上的惩罚。自从我们给他消除了记忆之后，张安便好像变了一个人，白天总是神志恍惚，好像睡眠不足，晚上在寝室里又很晚不睡觉，明明已经困得要死，却还支撑着做事情，死活不肯睡觉，把室友都给看呆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再加上他不明原因失去了那10几天的记忆，最后连班级的辅导员都被惊动了。辅导员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之后，才打听到原来张安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入睡，就会在梦里见到跳楼的谢天豪满身是血的找他。张安这样的精神状态，别说毕业了，连正常的学习都受到了影响。后来没办法，张安最终选择了退学回老家。至于他今后怎么样了，是另找学校继续读书，还是成为了打工者，没有人知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千怡，询问他张安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记忆消除喷雾的副作用？最后林千怡给我分析，张安的反应可能要归功于他内心中的负罪感。记忆消除喷雾虽然能够消除人的记忆，但是除了记忆之外的感情却可能无法消除，而张安或许就是在内心深处一直忘不了是他导致了谢天豪跳楼的事实，而在心中抱有了强烈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具体表现便是他那一直无法终结的噩梦。时间回到现在，为了摆脱当时因为林千怡的话而引发的尴尬，我便对高亮问道：高科长，你觉得那个张安说的是实话吗？他真的用一面镜子杀了人？闻言，高亮低声回道：他应该是说的实话，要不然就算是说谎，也不会扯到一面镜子的头上。而且镜子被偷一事，也正好和那位蒲队长的死扯上了联系。我忙问这怎么解释？高亮说，最开始警局里的人并没有把谢天豪的死和蒲苍流的死扯上关系，最大的原因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从张安的话里面，我们不就找到了能把他们俩联系起来的线索吗？你说是小偷？确实。林千怡点了点头，显然这时候也从他之前的思绪中摆脱了出来，接过了话茬。如果说那面镜子真的是小偷偷走了，那么蒲苍流的死也就能说通了，因为反扒队的队长恐怕是在这个8成接触小偷最频繁的人，说不定那个小偷和张安一样，就是使用了那面镜子杀死了蒲苍流。那2科的那2个人呢？还有那个放高利贷的王涛，他们可是和什么小偷没关系啊？三胖的问话让高亮和林千怡再度陷入沉默。不过我倒是提出了一种可能，那个放高利贷的真的和小偷没有什么关系吗？他们那种捞偏门的人说不定在私底下会有联络呀。还有2科的2位调查员，会不会是因为也发现了什么，他们在视频中怀疑的真凶会不会就是那个偷走古镜的小偷呢？经我这么一提醒，高亮和林千怡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只听高亮拿出了手机，对我们说道：我们在这儿瞎猜测有什么用啊？那个小警察不是说有反扒队搜集的线索吗？我们打一个问问就知道了。说吧，高亮就拿出了手机。这时候林千怡又补充了一句：高科长，别忘了问下反扒队最近抓到过的小偷中有没有曾经在这所大学附近作案的。高亮点了点头，开始拨打小警察的联系电话。电话通了后，高亮开了免提，让我们能听见小警察的声音。高领导，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我正在反扒队的办公室，他们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我正准备给你们送过来呢。高亮说，不急，我们这边有了点发现，你既然在反扒队，那正好可以帮我查些东西。电话那头，在高亮说完需要调查蒲苍流过去逮捕过的小偷的档案资料，
尤其是曾经有过在八城工商大学附近犯案记录的小偷时，那边立刻传来了一阵忙碌声。那些声音显然是另一边的反扒队员在听到之后开始查询资料的声音。那小警察也回答道：“他们已经开始查起来了，高领导，等他们查到之后，我立刻给你送来。你现在在哪儿啊？”高亮想了一下，却让小警察不用专程来跑一趟了。左右我们现在的线索全在那个小偷身上，可究竟哪一个小偷才与张安被偷的古镜有联系？我们心里却没有什么底，因此他索性决定让我们回警局一次，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小偷的资料。当我们返回警局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可反扒队的办公室却依然是灯火通明。或许是因为复仇心切，那些反扒队队员们的效率很高。当我们进入了办公室时，他们已经将资料搜集完毕，一份份蒲仓流出事前曾经抓到过的几名惯犯资料被整齐地铺在了一张会议桌上，摆在了我们面前。资料很多，怕不只有上百份。小警察和那些反扒队员见到我们来了，便立刻追问起我们究竟找到了什么线索，想要帮我们一起调查。但古镜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和他们这些普通警员说明的，没有办法，高亮只能婉拒了他们的好意，随后便让我们一个人负责一叠资料，几个人分头调查。我一张张地翻着面前叠成小山一样的小偷资料，心想现在这世道小偷也太多了，仅仅是反扒队的一名队长就要与这么多小偷打交道，更别说还有一些小偷是被地区派出所逮捕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查不到什么线索，那就只能去大学附近的派出所调查了。不过那样的话，这次的调查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事实证明，自从我进入749局之后，自己的运气就一直不错。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个瘦小的男人的照片让我愣住了。这张脸很面熟，竟然就是我之前在谢天豪宿舍楼附近抓到的那个小偷。在见到这张小偷的照片之后，我万分惊愕地说：“竟然有他！”其他人问我怎么了，我便告诉他们，这份资料上的人就是我今天在宿舍楼抓住的那名小偷。一名反扒队队员过来看了下我指认的家伙，说道：“黄大仙儿，你今天抓住了他。”他告诉我，这个小偷真名叫做黄强，东北人，是在反扒队也挂上了名字的惯头。黄强虽然是东北男人，却没有一般东北老爷们那样豪爽的性格与健壮的体魄，不但人长得又矮又瘦，为人也阴险狡诈，尽喜欢干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有个绰号叫黄大仙儿。黄大仙儿过去曾经被反扒队抓过好几次，每次都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失主不肯作证而不得不释放了他。不过3年前，蒲仓流亲自出手，将黄大仙儿人赃并获，才让他在监狱里关了3年。而且据这位队员所说，黄大仙儿为人报复心极强，据说他当初被关进监狱前，蒲仓流还曾经去看守所探望过他，希望他能吸取教训，在监狱里好好改造。结果这家伙却反而对蒲仓流恶语相向，更是威胁蒲仓流，叫他以后小心一点。说到这儿，那反扒队员忽然低声喃喃道：“这么说来，蒲队长出事之前，我曾经听他提起过，黄大仙这家伙出狱后不做扒手，而是转而和一个监狱里的狱友一起转行做了小偷。蒲队长原本还打算针对这小子专门再布置一次行动呢，可行动还没有开始计划，蒲队长就死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顿时觉得这个黄大仙果然很可疑。如果谢天豪和蒲仓流的死之间需要一条线索来将他们连接起来，那么黄大仙这个人就正好符合这个线索需要的一切条件，无论是杀死蒲仓流的动机，还是偷盗古镜的能力。不过除了谢天豪和蒲仓流之外，还有另外3人也是死于同样的原因。那么他们和这个黄大仙之间的联系呢？如果无法找出之间的联系的话，仅仅依靠现在的证据，似乎还无法把目标完全锁定在黄大仙的身上。
听到我们怀疑起这个黄大仙儿，那些反扒队员们立刻将局里关于此人的档案全部搬了出来，还有人把那个放高利贷的王涛的资料也找了出来。我们正在堆成小山的资料里面翻查的时候，小警察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对我说：“各位领导，刚才方领导来电话，说是他们也要过来调查黄大仙的资料，我现在要出去接下他们，你们先忙。”高亮正拿着本资料翻看着，听到这话不由问道：“他们也找黄大仙？”“呵呵，真是巧了，莫非方建那儿也有了什么线索？”小警察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啊，方领导电话里没说。”说着他看了看手表，道了声抱歉，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二科的人也盯上了黄大仙。我感到有些奇怪，毕竟我们也是先打听到了古镜的消息，才想到了来反扒队寻找线索。要不是我曾经见过黄大仙本人，或许我们现在也还没有锁定目标。可是二科的人是怎么会想到要找黄大仙这个人的呢？我对高亮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他冷笑了一声：“不用瞎猜了，等他们来了，谜底自然会揭开。”“那一会儿要不要和他们说下古镜的事情呢？”我问道。“不用的吧。”三胖笑了一声：“方科长不是说了吗？这次的事件他们能够解决的了。再说了，方科不会喜欢我们插手他们的工作的。”高亮却是难得的回绝了三胖的意见：“话不能这么说呀，毕竟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总而言之呢，一会儿你们听我的，不要乱说话。”15、16分钟后，小警察带着二科的人马浩浩荡荡地进了办公室。见到我们也在这里，方健忍不住问道：“高胖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高亮呵呵一笑：“哈哈，我们不但在这里，而且还比你们早一步查到了黄大仙和这件案子有关。”“怎么可能呢？我们可是发现了那个才……”方健话说到一半，忽然闭上了嘴，随后对高亮低声说：“高胖子，二科的事情还用不着三科插手，你们就老老实实待在一边行了。”高亮不对方健挑衅的行为所动，继续语气平淡地说道：“那如果我说我知道王阳明他们的死因呢？”他的话终于让方健动容。“什么？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到底是怎么死的？”高亮斜着眼看着方健说道：“二科的事情不是不需要我们插手吗？我不相信这个情报是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人找到的。”方健看了一眼高亮，又把视线转向了我和林千怡三个人。他先看了下林千怡，又跳过了三胖，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是你找到线索的吗？149，我听过你的事情，现在看来果然有两下子呀。怎么样，要不要来我们二科呀？我们这里的工作虽然比三科辛苦，但却活得更加充实。你一个年轻人也不会希望变成高胖子这样的废人吧？”我苦笑了一下，心想果然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王军那么喜欢挖人，他手下的几个科长也是如此，要不然这方健怎么会一言不合就开始挖起高亮的墙角来？看到我眼中的拒绝，方健没有继续坚持，他转过头看向高亮，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对他低声道：“高科长，看在都是同僚的份上，请把你们掌握的线索告诉我们吧。”“科长！”看到自己的科长竟然向别人低头，方健身后的下属们忍不住叫了起来。方健抬手阻止了他们，说道：“别吵，我虽然和高科长不和，但这只是我和他的私交不好，我们不能因此影响局里的正常工作。”他继续对高亮说道：“高科长，我的2个部下死在了这里，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案件能由我们2科的人来解决。之前我对你们3科态度有问题，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和三胖在一旁看了半天，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林千怡替我们解了惑。正如我之前打听到的，方健原本是公安部里调来的王牌警员，工作作风也保持着当初部里的习惯。他和被贬职之后得过且过的混日子的高亮，在工作态度上正好是2个极端，也因此才一直看清高亮和他的3科。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方健倒也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见到对方给了台阶，高亮也不好再继续端架子。他看了一眼还在查找资料的警员们，
把我们749局的人都叫了出去，在外面将今天我们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听完了高亮的话，方健他们都是一愣。方健说：“古镜，原来这件事情是与镜子有关吗？难怪他们会在那里留下那样的遗言。”高亮没有听明白，死前留言？什么留言呢？方健看了我们一眼，说道：“其实今天我调查了王阳明他们出事前去过的地方，不但找到了他们当初在视频里租住的小旅馆，还发现了侯阳芳真正的死亡地点。侯阳芳就是那个侯姓调查员。之前警方给我们的通报里，他的尸体被人在距离小旅馆不远处的一个居民小区中发现，但是经过2科的调查，却发现侯阳芳的真正死亡地点并不在这个小区，而是在距离小区几百米之外的一个棚户区的小屋内。在那栋小屋内，他们发现了侯阳芳死之前留下的血迹，证实了他真正的死亡地点其实是在这里。只不过在他死亡之后，很明显是有人将他的尸体搬出了这栋小屋，扔在了附近的小区内。通过和当地派出所一起进行的调查，2科发现这栋小屋的主人是本地人，案发时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但这房子的租户却非常有作案的嫌疑。而那个可疑的租户，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黄大仙儿。黄大仙儿，竟然又是他！听到这儿，我们几乎已经可以肯定，黄大仙儿与这次的事件一定有着某种联系，因为无论是我们目前找到的线索，还是2科的人找到的证据，都将事件的矛头指向了他。高亮又问：“那你说的死前留言又是什么意思？”方健说：“其实我们进入那栋小屋搜索的时候，现场已经空无一人，也看不出什么血迹，但是经过我们用卢米诺尔试剂检验，在那里却发现了侯阳芳留下的血迹，还有他用自己的血液留下的一段文字。”听到这儿，我悄悄问三胖什么是卢米诺尔试剂。他告诉我，卢米诺尔试剂是现在公安进行现场侦查时常用到的一种化学物质。简单点讲，就是在凶案现场，只要有血液溅出并沾到任何物体上，不管事后经过何种方式的清除，哪怕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是用卢米诺尔试剂喷洒在其上，就能看到原本被抹去的血液产生的荧光反应。这时候在方健那一边，只见他说完后便取出了自己的手机，调出了一张照片指给我们看。这是我在现场用手机拍的照片，你们自己看，上面的蓝色痕迹就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血迹。虽然这个血迹还没有经过 DNA 鉴定，但是这滩血迹边上的那个血字却是侯阳芳的笔迹，因此我可以100%的肯定，这些血就是他留下的。方健的照片一片乌黑，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在照片中却有一片蓝紫色的荧光，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荧光的形状的确就和一滩血液的形状差不多。而在这滩最大的血液旁边，还有一堆略小一些的荧光，虽然形状已经有些模糊，可仍然能看出这是一行文字，上面写着不要镜子。在不要和镜子中间原本还有2个字，可是在照片上却有些模糊。方健解释说，可能是在写到这2个字时，侯阳芳手指上的血液没有留下多少，因此这2个字的卢米诺反应并不明显，无法看清到底原本是写的什么。不要镜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猜测了半天，也不知道侯阳芳留下的这句话有什么含义。不过仅仅从这行血字里，我们却还是能得到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死去的2名2科调查员恐怕也和我们一样，得出了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面古镜的缘故。线索积累到现在这个地步，黄大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件事情几乎已经可以毋庸置疑了。仿佛为了证明我们的推断似的，就在这时候，那个小警察也一脸喜色地冲进了办公室，对我们挥动着手上的一份资料。各位领导，王涛和黄大仙的关系
我们找到了，黄大仙真的有杀死王涛的动机啊！根据反扒队手中的资料显示，黄大仙和王涛之间果然也有联系。黄大仙这个人除了偷鸡摸狗之外，还有好赌的嗜好。他通过偷窃得来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赌博上。但俗话说十赌九输，黄大仙输多赢少，仅仅靠偷窃换来的赌资已经没办法满足他赌钱的需求。于是他便将主意打在了高利贷上。而那个和王调查员同时死亡的王涛，就是黄大仙的债主。据说黄大仙在王涛死前已经累计欠下了他10几万元。为此，王涛已经上门找了黄大仙好几次，还曾经狠狠揍过他一顿。听到这儿，不仅仅是我，在场所有的749局的人都已经可以肯定，黄大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那面可以取人性命的古镜一定就在他身上。虽然这其中还有一些疑点，比如古镜究竟是如何杀人的，死去的2名调查员又是因为什么被黄大仙杀死。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找到黄大仙，这一切的问题便一定能够迎刃而解。想到这儿，不用高亮提醒，我立刻叫小警察去联系8城工商大学附近的派出所。方健疑惑地看着我，问道：四九啊，你这是干嘛？我告诉他，其实今天我在无意中已经抓住了黄大仙，现在他就在学校附近的派出所里。听到这个消息，2科的人脸上立刻露出喜色，唯独高亮却泼了他们和我一身冷水。四九啊，难道你忘了我对你说的，那个警察可能是假的？听到这句话，我的心立刻凉了下去。方健在一旁问我们，刚才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当听到我提起自己当时把黄大仙移交给了一名警察，却没有被警察要求去派出所进行笔录的时候，方健也忍不住说：四九，你一定是被骗了，这种事情不管你愿不愿意，警察至少也会对你提一下笔录的事情。可是他却竟然提都不提就带人走了，明显有些问题。我黑着脸呢，别提心里有多么懊悔了。可谁又能想到，我当时抓到的那个小偷竟然就会是这次事件的真凶呢？就在这时，小警察带来了消息。虽然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见到他过来，我也不由得提起了一颗心，在心中抱起最后的希望。可残酷的事实还是狠狠抽了我一下。小警察告诉我们，8城工商大学附近的派出所里果然没有黄大仙的消息。他甚至就连距离大学稍远的其他几个派出所也打听了一遍。别说黄大仙了，这几个地方今天就连一个小偷都没有遇到过。没有办法，既然黄大仙已经逃了，那么我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打听他的下落了。高亮、方健还有小警察商量一阵之后，决定将打听黄大仙下落的事情交给当地警局的人负责。而我们这些人今天忙了一天了，却连一顿饭都没吃。眼看现在已经夜里10点多了，小警察便提议我们先去吃个饭，好好休息一下。听小警察提到吃饭，我们才想到今天好像自从下了飞机之后还真的没吃过什么东西。小警察不提还好，现在听他这么一提，我的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直叫。我看2科的人也多半是饿得不行了，不过他们却不好意思说话，只能看向自己的头头方健。我看方健还想推辞，心想这次要糟。还好这个时候高亮忽然嚷嚷起来，拉着方健就离开了这里。2科的人和我们松了一口气，也跟了出去。在警局附近的一个酒店里，我们拼了一张大桌子坐下，依着方健的意思，随便每个人点个套餐对付一口就行。不过高亮不干，他明显是享受惯了，要他马虎一下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呢。反正我们办案时在外面的开支749局都会报销的，因此高亮一点也不客气。
拉着服务员便点了6、7道当地的特色菜。要不是身边的方健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估计高亮把这个数字再翻1倍都有可能。不多时，点好的菜肴陆续上来，大家动了筷子。方健看起来却没有什么胃口，吃的比林千怡还少。2科的人看到自己的头头都这样子，也不敢放开了吃。大家干巴巴的吃着饭，也没人在饭桌上说些有趣的话题，显然心思都不在这顿饭上面。草草动了几下筷子，方健就站了起来，说是要回去等消息。2科的人顿时也站了起来，到最后只剩下了我们3科的人。没了外人，高亮和3胖却放开了手脚，大吃大喝起来。我问高亮：“高科长，这样子不太好吧？咱们是来办公事呢，现在事情还没解决呢，这样子大吃大喝的，你不怕以后王处长怪罪啊？”高亮还没说话，3胖先对我说道：“四舅哎，你客气啥嘞？不吃饱饭之后哪里有力气办事啊？反扒队那里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呢。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养精蓄锐，吃饱喝足啊，不要像那些2科的家伙，到时候连追犯人的力气都没有喽。”嘿嘿，高亮难得的对3胖露出了笑容，连拍了他几下肩膀：“小朱同志说得好，这才是我们3科的人应有的工作态度，好好干啊，你很有前途啊。”20分钟之后，饭局临近尾声，高亮拿着账单去结账的时候，小警察却跑进了饭店。他看到我们似乎还没吃完，顿时扯着嗓子急道：“几位领导，别吃了，找到了！” 3胖举了一杯水，对小警察说道：“怎么了啊？怎么找到了呀？来，喝口水缓一缓呢。”那小警察焦急地推开水杯，刚想开口，却一下子发不出声，他只能回头又把水杯抢了过来，猛灌了一口后才说道：“黄大仙的另一个贼窝找到了。”高亮刚把账结清，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钱包，听到小警察刚才说的话，顿时愣在那里。“你说什么？找到了？”小警察又喝了一口水顺气儿，之后才说道：“是啊，找到了。反扒队的人在蒲队长家里找到了新的线索。原来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反扒队队员去了蒲苍流的家中。作为曾经的反扒队队长，蒲苍流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称职的警察，经常会把一些工作带到家中继续进行。之前为了寻找黄大仙的下落，反扒队的成员们搜遍了局里的资料，却依旧找不到半点线索。不过这时候却有一个人想了起来，蒲苍流出事前的时候，曾经把一些嫌犯的资料带回自己家里整理，在他出事之后，这些资料因为没有人想起，便落在了他的家中。那名队员猜想，或许能从那些资料中找到黄大仙的情报，便主动请缨去了蒲苍流的家中。结果果真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个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报。俗话说狡兔3窟，黄大仙作为8城混迹多年的惯头，自然在城区里也有多个藏身的窝点。2科之前发现的那一栋棚户区里的小屋，只是黄大仙日常生活的居所，而在郊区外，他还有处专门用来储藏销售赃物的窝点，而这个窝点就被写在了蒲苍流带回家中的资料上。从电话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反扒队的人立刻去了局里的指挥中心，调查最近几天在那个窝点附近道路的监控记录。结果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疑似黄大仙的人物在那里出现过的痕迹。小警察说的，刚才方领导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现在已经带人往那里赶过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林千怡顿时回过头问道：“高科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高亮掏出一根香烟，点上抽了一口，吐出了一个烟圈：“走，我们也过去。”出了饭店，外面停了一辆警车，是小警察开过来的。高亮原本想要问小警察要了地址，我们自己开车过去，可结果小警察却直冲上了驾驶座，随后探出头对高亮哀求道：“高领导，您多包涵呢，
跟着你们是局里领导指派的任务，就让我和你们一块去吧。再说了，那个地方偏僻的很呢，你们自己开车肯定找不到。高亮还没说话，路上又开过来3辆警车，车里坐着的竟然是那些反扒队员。他们见到我们，也立刻下车对高亮说道：“高领导，你在这里啊？刚才方领导不让我们跟过去，麻烦你就顺便带上我们了。”胡闹啊！高亮把烟屁股一扔，指着他们说：“方健不让你们去，你们来找我干嘛呀？再说了，你们不过是反扒队的，跟过去凑什么热闹呢？”没想到其中一个人直接趴在了小警车的车头前，苦着脸对他说道：“这位领导啊，胡队长是我们的队长啊，他如果真的是被那个黄大仙害的，我们怎么能待在警局里干等着呀？就算我们不能亲手把他抓住，但能看到他落网，也好告慰胡队长的在天之灵啊。”高亮受不了他们，自言自语了一句：“又要多浪费喷雾了。”他挥手对我们说：“都上车。”没过多久，4辆警车便开着警报灯，浩浩荡荡地朝着市郊开去。因为体型的缘故，高亮他们3人和小警察搭乘着1辆警车，而我则只能被挤到了那些反扒队员们的车上。不过在半路上，我也因此才能从那些反扒队员口中知道了关于那处贼窝更详细的情报。反扒队查到的那处贼窝就在八城工商大学所属的那片城区，不过比起大学还要远了10几公里。据说是一处废弃的玻璃工厂。这几年八城为了改善城区环境，提倡将高污染企业整体搬迁出城区。那座玻璃厂虽然位置偏僻，但却靠近了八城工商大学，因此也被列为了搬迁对象。在2、3年前不断将厂区内的设备搬了出去，最后只留下了无法搬走的旧厂房空置在那里。1年多前，黄大仙儿被蒲仓流关入了监狱，但是他偷盗的赃物却迟迟没有被发现。为了找到赃物的地点，蒲仓流在黄大仙儿被释放之后一直就在暗中监视，结果终于被他发现。黄大仙儿原来是将这座玻璃工厂作为了自己存放赃物的窝点，只可惜这个消息只被记录在了蒲仓流自己的调查本上，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蒲仓流却意外牺牲了。一直到反扒队的人上门调查，才从蒲仓流的遗物中找到了记载着这条消息的调查本。4辆警车继续行驶了大约1小时左右，我坐在后排，看向车窗外，发现四周的高楼大厦已经再也见不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发现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2点，可距离那座工厂却还不知道要继续开多久。我把疑问告知了同车的那些警员们，有人指着窗外的一片黑影告诉我，那儿就是玻璃厂，再开几分钟就到了。我向着那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不远处果然有一片巨大的黑影。因为四周没有灯光，所以不仔细看还真无法发现。而那片黑影的真身，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被黄大仙作为赃窝的玻璃工厂。我正看着那片黑影出神，忽然眼角好像在玻璃上发现了什么东西，那似乎是一个女人的人影。我揉了揉眼睛再看，那人影却不见了。我刚才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是我的幻觉，或者是路边偶然走过的一个女人？我正有些疑惑，这时候坐在驾驶座上的警员对我说：“这位领导，你看马上就要到黄大仙的老巢了，那家伙究竟是用什么杀死了我们队长？你能不能透露一下？”我回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不知道啊，那个方领导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你看，一会儿我们就要碰到黄大仙了，如果能提前知道他犯案的手法，不是也能提前做个准备吗？”这个，我被这些人问到了，心里正困惑着要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虽然局里有规定，但眼下他们既然已经参与到这个事件中了，那对他们公开下信息也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大不了事件结束之后再清除下他们的记忆。一边这么想着，我正准备回话，视线却忽然被驾驶座前排的后视镜
吸引了。在后视镜上，我能看到那坐在驾驶座上的警员正用期冀的眼神不断向我看来。可是在我的视线中，除了那名警员之外，却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女人的脸。这是一个披着一头长发，看起来十分苍老的女人，脸上布满了难堪的皱纹以及墨黑色的老年斑。而这个老女人正在后视镜中用无比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看着我。我的视线在驾驶员身旁和后视镜上来回移动，一直持续了整整3秒钟，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驾驶员的身旁除了另一位警员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女人。那我在后视镜上看到的，难道是鬼？有鬼！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我忽然在警车中尖叫了一下，把同车的3个警察吓了一大跳。与此同时，那负责开车的警察更是双手颤抖了一下，让车子的方向一下子偏离了车道。还好他及时回过了神，猛打方向盘，才恢复了对车子的控制。不过车子这么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却也让他们3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